如果这样子，在董事会帮股东维护所有人的权益针对内部违法的事情进行检视，如果这样子都可以说是霸凌的话，那以后谁要帮这个上市公司的小股东把关呢？媒体上面有我的相关的报道，那当然就我提到，那一切都是捏造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为什么呼吁这个要有这个美金分离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那当然就会受到很多这些攻击，但是最无辜的应该是我们这些股民这些股民因为公司多少一些负面的报道，当然，但近期是因为有这个官股的增持的这个动作所以让大家也比较注意，为什么会变成我在国票金控这边会变成是一个被攻击的一个对象？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明年的开选嘛，一个提案就是针对他们提到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的这件事情，有做了这个外部的这个独立的调查，因为这是由独立董事提出来做的调查那调查出来的结果是，其实是职场不法侵害这个事情不成立只能说还我一个清白那其中有一位独立董事他反对，所以说为什么有上了重讯因为这个审计委员会里面有独立董事反对的话，就需要上重讯。那其实这里面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这一位独立董事反对的这位独立董事，他也就是在更早之前的董事会里面，他有以独立董事的名义提案要把我做解任，经由我在董事会提出多次的一个垂询，那这件事情日后在交易所以及那个金管会这边都认定他是实职经理人及员工所以他不是一般的顾问。好，那因为这一件事情牵涉到最后是谁被处罚被惩处，董事长、总经理、总稽核、法遵长所以这是公司的一个算是就是违背公司治理的一个事情嘛，所以我就要求要来追究责任嘛，来检视这些人的适格性。这一件事情是应该算是报复性的啦。二来，因为我们理念不同嘛，我们集团跟旺旺这边是，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经营的想法针对股东之间是不是应该用沟通的方式而不是用一个拗博啦因为他有媒体嘛所以就把这件事情，我看本来报道我的事情应该没有其他的媒体在报道了，其他媒体可能是无辜的转述。那您下一步呢？没有，其实坦白讲，这件事情我们是处于这个被动的嘛。你来不搞我讲，我嘛别跟你讲其实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件事情还原嘛。那这个社会还是有正义的嘛所以这件事情在审计委员会里面也提出来讨论了。当然有人说这个是我赢了或我输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嘛可是问题是这个事情已经做完，就是说一开始的源头是谁去主导的嘛？那这么很清楚了应该这么讲其实任何事情你要不要追究这个都有一个时间成本跟代价那当然最重要，这是审计委员会，这样等于是有个事实在了那至于说后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当然这个还是要这个来思考一下啦，看怎么样对公司最有利但是也不排除任何的可能。但这个做法总要在改选之前就可以做。这个应该说啦，这个也没有什么法律的追溯的期限这个事情，这个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啦。但至于什么时候最适当，我相信人家的人一定提出来了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你要有足迹有轨迹，都是董事会公开的言论，都有记录，可以摊开来给大家看。如果这样子在董事会帮股东维护所有人的权益针对内部违法的事情进行检视，如果这样子都可以说是霸凌的话，那以后谁要帮这个上市公司的小股东把关对啊。